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小城大事作者點評朱媛媛、趙麗穎表現，言辭懇切，句句說到觀眾心坎裡。央視年代劇《小城大事》播出後，迅速在口碑層面掀起熱議。在流量劇頻繁高開低走的當下，這樣一部不靠噱頭、不靠濾鏡、不靠狗血衝突的現實主義作品，反而顯得格外珍貴。它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件，而是把鏡頭對準一座小城、幾代普通人，一個時代緩慢卻真實的脈搏。而真正讓觀眾停下來看進去、記住的，正是演員們用演技撐起的人味。如果說整部劇是一幅群像畫卷，那麼朱媛媛和趙麗穎恰好站在了畫卷中最打動人的兩個位置上，一個是燃盡生命的深情謝幕，一個是完成蛻變的穩步登頂。趙麗穎這一次的亮相，對很多觀眾來說並不陌生，卻又足夠驚喜。沒有精緻妝容，沒有柔光濾鏡，一頭利落短髮，幾件洗得發白的襯衫，站在基層一線的工作場景中，她幾乎和環境融為一體。李秋萍這個角色不是被塑造出來的，而是站在那裡就成立的。她不需要刻意強調我很苦，我很累，所有的疲憊、堅持、責任感都藏在說話的停頓、眼神的猶豫與堅定之間。不少觀眾評價得非常直接，趙麗穎這次不是在演幹部，她就是幹部本人。雙引號。相比早年間偏偶像化的角色，如今的趙麗穎明顯更懂得收。她不再追求情緒的爆發點，而是把力量藏在日常細節裡。一次開會時的沉默，一次下基層時的皺眉，一次面對質疑時的自我克制。這些看似不出戲的地方，反而成了最真實的地方。也正因如此，越來越多網友開始用演技派來形容她，而不是流量花。其實這幾年，關於趙麗穎的討論一直存在兩種聲音，一種認為她穩，作品不斷，收視有保障；另一種則質疑她是否真正完成了從流量到實力的轉型。而小城大事的出現，幾乎給了一個階段性的答案。在這部戲裡，她沒有被保護性包裝，沒有女性角色常見的光環與浪漫化濾鏡，有的只是責任、壓力、選擇以及必須承擔的後果。有網友在彈幕裡寫道：“她終於不需要證明自己了。”雙引號。更有人把她與同齡85花放在一起比較。有人還在古歐裡反覆消耗人氣，有人轉型頻繁卻始終水土不服，而趙麗穎選擇了一條最慢也最難的路。這條路不一定立刻帶來熱搜，但卻能積累真正的口碑。如果說趙麗穎代表的是穩步向上的未來，那麼朱媛媛則是這部劇裡最讓人心碎也最讓人敬佩的存在。高雪梅一出場，身上就帶着鮮明的時代氣息，愛美、要強、精明、風風火火，仿佛從那個年代直接走出來的人。她的笑聲爽朗，說話乾脆利落，談生意時的自信與圓滑被演得入木三分。可當失敗來臨，她的崩潰又是那樣真實，不是嚎啕大哭，而是拍腿、嘆氣、語無倫次的自責。朱媛媛的表演永遠沒有設計感，只有生活感。也正因為如此，當觀眾得知她是在卵巢癌晚期、抗癌第5年完成拍攝時，幾乎無不動容。每天往返醫院與片場，止痛泵、化療導管藏在戲服之下，可鏡頭裡看不到一絲病態。最讓同行與觀眾佩服的是朱媛媛對表演細節的處理，她沒有回避身體的變化，而是巧妙地將手抖、喘息等狀態轉化為角色的生活痕跡。這些細節不但不突兀，反而讓人物更真實。更令人震撼的是，同劇組很多演員
拍完戲才知道他的真實身體狀況。黃曉明後來評價他，他永遠是笑着的，從來不把困難擺在別人面前。雙引號。而這句話恰恰也概括了高雪梅這個角色的一生。小城大事改編自報告文學《中國農民城》，作者朱小軍，魯迅文學獎得主。作為最了解原型人物的人，他的評價分量極重。在看完朱媛媛的表演後，他直言，演得實在太出色了，完全就是我心裡的高雪梅。雙引號。但緊接着他又補了一句，想到他那時已經病得這麼重，真的特別心痛，不希望他為了角色這麼辛苦。雙引號。這一句評價幾乎戳中了所有觀眾的心，因為這不是誇獎技巧，而是對一個演員用生命完成創作的理解與不捨。隨着劇集熱播，關於朱媛媛的討論不斷發酵。評論區裡最常見的幾句話是，她一出場我就知道這是好演員，這才叫戲骨，沒得挑。現在的內娛真的太缺這樣的人了。雙引號。而當網友把她與趙麗穎放在一起討論時，更多的是一種傳承意味，一個在告別，一個在接力。這部戲像是把信任交給了下一代演員。雙引號。趙麗穎本人也在採訪中多次提到，與朱媛媛合作是一次極其珍貴的學習經歷。小城大事之所以動人，不僅因為它講述了時代的變化，更因為它讓觀眾看到了什麼是真正被時間認可的表演。朱媛媛用一生證明了什麼叫戲比天大，趙麗穎用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了屬於自己的演員之路。一個落幕，一個繼續前行，但他們共同完成的是一部值得被記住的作品。在小城大事中，很多觀眾發現一個細節，當趙麗穎和朱媛媛同框時，畫面異常和諧，沒有搶戲感，也不存在所謂的壓戲或被壓，兩個人的表演狀態更像是自然流動的接力。朱媛媛負責把人物的厚度立住，而趙麗穎則負責把時代向前推進，尤其是在幾場情緒密集的群戲中，趙麗穎的表現明顯更加克制。她很少用情緒宣洩來完成戲，而是用判斷、思考、停頓來完成角色邏輯。不少業內觀眾評價說，這是趙麗穎少有的一次把自己完全放進群像裡的表演。雙引號。她不再是唯一的情緒中心，卻成為了整部劇的穩定軸心。隨着劇情推進，關於趙麗穎的討論逐漸從造型狀態轉向了表演方法。微博、豆瓣、短視頻平台上出現了大量理性評價，她現在演戲有一種讓人放心的感覺，不驚豔，但很準。她終於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賽道。雙引號。更有網友直接點名關鍵，趙麗穎現在的優勢不是演技有多炸，而是她知道自己不需要炸。雙引號。在流量至上的環境裡，這種評價尤為難得，甚至有觀眾將她與正處於轉型期的85花進行橫向比較。有人仍在重複安全角色，有人頻繁嘗試卻缺乏穩定度，而趙麗穎選擇用一部一部現實主義作品累積信用，這並不轟動，卻極其扎實。在小城大事播出後，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出現了，祝賀趙麗穎這句話開始頻繁出現在路人評論中，不是粉絲控評，也不是營銷話術，而是觀眾真誠地認為她走對路了。有網友寫道，她不再需要證明自己是頂流，他已經是演員了。雙引號。還有人感慨，這是那種10年後回看會覺得他轉型的非常早、非常清醒的選擇。雙引號。甚至連一向對流量演員較為苛刻的觀眾也給出了正面評價，他身上已經沒有偶像包袱了。雙引號。這種評價
對任何一位出身流量體系的演員來說，都是極高的認可。不可否認，朱媛媛的離世讓很多觀眾在觀看《小城大事》時多了一層情緒濾鏡。人們開始重新思考一個問題：內娛到底還能剩下多少真正把表演當成事業的演員？也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，趙麗穎的存在顯得格外重要。她不是天賦型爆發演員，但她用極強的自律與清醒，避免了被市場快速消耗。有網友在長評中寫道：朱媛媛讓我們知道什麼是演員的上限，趙麗穎讓我們看到還有人願意朝那個方向走。雙引號，這不是比較，而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呼應。從行業角度看，《小城大事》的成功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：觀眾並沒有厭倦現實主義，只是厭倦了敷衍。當演員願意放下包裝，回到角色本身，當創作不再追求即時爆點，而是耐心鋪陳人物，市場依然會給出回應。朱媛媛用生命完成了這部作品，趙麗穎則用一次次選擇證明了現實主義的可持續性。寫在最後，一個謝幕，一個繼續，但都值得被記住。小城大事終會播完，但朱媛媛留在角色裡的光芒不會消失。她讓觀眾明白，真正的表演不需要被記住演技，只會被記住人。而趙麗穎正在用沉穩、低調、長期主義的方式，把好演員這條路走得越來越清晰。這一次，不只是掌聲，更是來自觀眾的理解、尊重與祝福。願朱媛媛在另一個世界沒有病痛，也願趙麗穎在這條演員之路上被時間善待。